在新时代的企业或转型工作者想转换跑道的关键，该怎么样抓住方向？今天这一集特别来回应好朋友们的留言，有不少的朋友留言提到企业转型跟工作者想要转换跑道的问题，我们就来做一个整合性的回答。如果你需要更深入、更精准的企业咨询或帮忙，欢迎你写 email 给我们或留言。今天我们就整合了5大重点来跟我们的好朋友们分享，在新时代的企业或转型工作者想转换跑道的关键，该怎么样抓住方向。第一个重点，这个世界真的彻底改变了。从2020年到2023年，这3年的疫情打乱了整个世界的节奏，看起来似乎整个世界都停摆了，其实并不然，而是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生活被逼上了云端。我们的工作方式、生活形态与习惯、价值观，甚至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在无形当中被改变了，全部都重新排列了。许多企业采用远距居家办公、线上会议、云端协作、跨国签约，包含远距教学，成为了我们的生活日常。在疫情期间，我们也已经习惯了没事尽量不出门，这个时候也正好让必须整天泡在研究室里的科研人员、工程师们不停地开发云端科技，尤其是人工智能 AI 的横空出世，好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突然出现了孙悟空，不只会70而变，几乎10项全能，能取代某些繁琐的工作，当然也会取代掉很多的职位与人力。有不少的中小企业没有适应这一波的数位转型化，在不知不觉中就被淘汰了。对一般的工作者也是一样，突然被迫要具备更多的技能，从原本的实体工作变成要学习线上的行销啊、影音制作啊、社群经营等等，越来越忙，当然也会越来越强。在生活经济方面，从燃油动力变成新能源动力，新能源动力走向低空经济，生产线升级为人工智能加机械手臂。在工厂里面奋斗10几年的高阶主管，如果没有跟上时代自我升级，将会被刚毕业不久的新兴理工人才化名为工程师所取代。若干年前电影里的科幻场景似乎一一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连战争的方式也已经改变了，消费者的心态也改变了，网购已经成了习惯，连菜市场买菜这种生活日常都能在网上处理，所以大卖场的人潮流量变少是正常的。这样的改变是直接重写了生活的游戏规则。很多反应灵敏的产业加速数位化，自然生存得很好，有些没有跟上的企业自然就会被时代消失。这不是残酷，而是走向新世界的真实情况。所以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不管你现在是什么年纪，一定要尽力的去适应新世界，千万不要让自己成了旧时代的遗产。第二点，2023年到2025年，企业普遍面临的困境。大多数人以为2023年过后经济会回归正常，但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就预测，在疫情期间已经不少企业因为告中文退潮，疫情后有某些行业会出现一波报复性消费潮，接下来就是市场萎缩，百业待兴，消费者的生活习惯改变了，价值观改变了，传统经济回不来，企业也会面临各方面的挑战。当然我们要去做一些改变管理方式，员工开始追求弹性的工作方式与自我目标的追求，不再死守一家公司。其中最主要的核心在于企业有没有进化到人性化的管理方式与责任流程。如果企业的商业模式跟管理还停留在几年前的世界，并没有跟上新世界的需求的话，我在之前的影片一人公司里面就已经讲过，如果有兴趣有需求的朋友可以回看我们之前的影片，就可以找到问题。这些困境表面上看起来是外部大环境的因素，事实上却是内部的适应能力与反应能力够不够快的问题。其实从表面看起来，那些看似稳坐泰山的大企业，他们的竞争也是非常的激烈。如上市公司的股票，只要下跌个几个百分点，那就是市值蒸发了几千万到几百亿的估值。
第3点，企业想转型跟个人想转行或转换跑道的问题。通常企业不是死在市场上，而是先死在自己内部核心的观念里面。思维没有改变，没有跟上时代，企业就没有办法转型。个人也是一样，这就好像拿着5年前的旧地图在寻找新从化区的道路一样，结果当然是鬼挡墙加迷路。所以以现在的新世界，不论是企业还是个人想转行，就要丢掉以前成功的思维，几乎是重新学习如何进入市场，抱着重新创业的心态与概念，自然企业转型或个人转换跑道的成功率就会大大的提升。企业转型的第一步，重启思维系统，放下过去成功的经验，要做到这一点确实很难，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老板身上，特别会卡在这个心态上。因为新世界的心态跟思想跟价值观已经改变了，但我相信这些中小企业的老板们也是身经百战，只要思想转念，自然就会像开了外挂一样。当然，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在转型的过程当中，一定会碰到不确定感。转型的过程当中，是一场对自己非常重要的心理战，你会感到害怕、不安、自我质疑，会有这些恐惧跟焦虑是正常的，但千万不要逃避，不要让这些焦虑变成内耗。很多事情只要勇敢的面对，就会迎刃而解。因为你已经提出企业想转型，个人想转行，想转换跑道，我相信你已经受到市场的威胁很久了，也许已经很严重了。你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先了解目前社会的需求跟形态，拿出一张纸，把自己的优势跟劣势、机会跟威胁一条一条的写下来，然后把自己分析清楚。接下来准备好以下几点，就可以开始行动。1、保留现金流，企业保留主要的产品与重要的客户。个人就先深入研究副业或其他的新技能。2、先做小规模、小范围的尝试，不要一次就 all in。3、公司重新组织核心研究人员。个人想转行、想转换跑道的，则是先找到一群与你一样正要转型的伙伴们。第4呢，建立内部人性化的管理，先安排客服流程，准备好出现黑天鹅的应变与补救方式，再利用数位工具进行行销策略。第5点，现代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在商业上不能只考虑利润，而是要了解顾客的需求，解决顾客的问题，才能创造商业生存的价值。当你的品牌或你个人被信任，自然就会产生利润。第6点，改革跟上新时代的管理，个人则是自律非常重要，才是转型成功的关键资产。第7点，养成迭代学习的习惯，持续的学习迭代，不管是员工还是老板，都要不断的更新新的知识跟技能，才能不断的创造社会价值。最主要的是要学会看得懂数据分析，才能精准的了解行销定位，找出自己的生存之道，用最快的速度追上差距。第4个重点，企业要拥抱这个世界，才能够永续发展。企业转型不是一次完成，而是一种持续性的修正。最常见的就是企业转型成功后就开始松懈了，别忘了前有敌营，后有追兵，正想尽办法要超越你。企业转型跟个人转换跑道并不是一次性的转型专案，而是一种持续性的更新，必须不断感知市场，微调策略，发现错误，立即优化，而必须接受这个世界的回音，随时应变跟这个社会融合，企业才能永远保持活力跟强大的竞争力。第5点，不断的学习迭代是企业或个人永续发展的能源跟动力。在这个走向新世界的时代，每个人都要培养学习迭代的能力，而不是取得了某一张证照，听了几堂所谓成功学或1星期的商学院集训班，就以为自己已经拿到了无敌星星，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对，有自信是很好，但如果你没有独立思考跟批判性思维的能力，那也是很危险的，一不小心就入坑。而取得证照只是证明你会，但并不代表你是最好的，还是你一定可以做得很好。尤其是那一种
什么成功学或什么商学院集训班的课程，10天就发一张结业证书给你。很多人以为拿到这一张结业证书，就以为自己已经懂了所有的商业模式。这些人最容易在商业战场上飞蛾扑火，而一去不复返。也许你回去躺平没事，结果一跳进去倾家荡产。举个例说明哦。这就像你去参加2个星期的军中夏令营，结训后就认为自己可以去当雇佣兵了，还是自己就空头跳进战场？用这么写实的比喻，你觉得你跳入商业战场之后，你可以存活多久？或者在篮球场上教一个不会游泳的人，告诉他，当你跳到水中后，你就怎么做就会浮起来，就会学会游泳了。你觉得这个可能吗？因为你没有真正跳到水里面，你根本不知道那种失重的浮力、水压的阻力，还有踩不到底的恐惧。我并不反对大家去多考几张证照，虽然不一定用得到，也不反对去参加一些短期的课程，但是请你要小心求证，因为每个人的生活环境、人生的阶段，每个人的生活层次都不一样，所以请你要小心求证跟分析。只要提取你可以用的资讯当作参考就可以，因为不一定会实用。企业转型跟个人转换跑道从来不是一个阶段任务，而是重新寻找定位、设定目标后一步一步向前迈进的长期工程。2023年后，我们已经走在新世界的道路上。新世界是一面镜子，它照出了企业与个人的真实本质。企业与个人面临的困境，看来似乎是外部的环境，其实根本的原因是核心思维没有跟上时代，考验的其实是我们对市场的应变能力。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的职业生涯，想要转型都必须重启思维，然后用小步快跑的方式去适应、去调整、去测试，看这个世界愿不愿意为你买单。如果你还在等回到以前的生活形态，那可能永远都等不到了。不管在什么世界里，机会只会留给那些有准备、愿意接受新知识、愿意改变，而且能活应用的人。这一集献给每一位在商业战场上跟承载社会运转的企业战士们。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内容，请你帮我点赞、订阅加分享，给更多需要的人，让更多的人听到这些简单易懂又真实的内容。我是月月，祝奔跑在新世界道路上的所有朋友，开启全新的旅程，越来越棒。